关键时刻，我们看黄仁勋现在到了台湾，他特别强调说他会一直的投资台湾。他说现在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台湾就是这个中心，对台湾来讲，那是一个巨大的机会。I'm always investing in Taiwan. This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And Taiwan is so important to the world's technology industry. Of course, TSMC is here, SPIL is here, Quanta is here, Foxconn's here, and so many other companies are here. My friends, all the CEOs of those companies are here today, and we're enjoying each other's company, talking about how we can buil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world's 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is a new age in IT beca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going to be a huge opportunity for Taiwan. For this new age of technology expansion, that will be very good for 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at the center of it. 我们看，听到黄仁勋的讲话真的很振奋人心，因为那是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个对台湾巨大的一个机会。而这个巨大机会的时候，他也讲他会永远的投资台湾，他不是嘴巴讲讲，他真的要在台湾。现在在台北已经有了一个超级电脑，现在在高雄还要成立另外一个超级电脑，甚至一个研发中心。那不只是他来了。包括 AMD 的苏姿丰也来了，我们刚刚讲他也要在台南或者高雄找一块地，也要进行投资。那为什么这样子？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说，过去我们讲到的，过去你看到这个整个亚太营运中心，整个亚太的核心点在哪？在上海，在香港。可是现在美国要把上海跟香港全部切断掉，切断掉的话，核心会变在哪里？核心会在台湾，而那个核心的交叉点竟然有可能在高雄，所以。世界不一样了，而且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全世界在争夺什么未来的中心，不是什么营运中心啊，或者什么转运中心，未来是数据中心。那你要数据中心来说的话，未来亚洲有2个地方要争夺亚洲的数据中心，一个是台湾，另外一个就是新加坡。为什么是台湾跟新加坡？我们现在在跟新加坡要这个去抢整个世界的算力中心。对，为什么？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北美或是这边来自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个电缆线，它上来的这个地方来说啊，要么它以前都是上在这个香港，要么就是上在这个菲律宾，或是往新加坡去。但是问题是，现在他们不会到香港去，他们也不会到中国去的，因为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未来这些联系搞不好越来越少。所以说，美国跟中国的地下电缆对要切8段了。对，那他怎么样？那些算力他会放在哪个地方？放在他觉得，我的电缆线能够过来，我美国数据能够过来嘛，能够在这个地方运算的，那只有2个地方，一个就是新加坡，一个就是台湾。那台湾呢，不是只有我们的位置好，我们还有很庞大的 AI 基础工业在后面，所以我认为台湾很有可能在这一波的所谓未来的资料中心，还有这个所谓算力中心里面，台湾有可能会脱颖而出。所以就看到，难怪全世界的资金以前觉得这个地方是兵凶战危，连巴菲特说，台湾太危险了，把资金撤出去。结果他们现在都非常的后悔，现在资金不但络绎不绝的进来，现在刚刚讲的黄仁勋跟苏姿丰，很多的公司要在台湾加大投资。对，我不是钱进来了，我的技术进来了，我的设备进来了，还有现在连。美国纯血的新创公司，对，也是络绎不绝。美国的美国纯血的完全纯正的美国公司对，也一个一个的进来了。对，没错。像我这个黄仁勋说，我永远会投资台湾。那他同时说什么？我一直投资台湾，然后台湾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那同时他说，这个台湾是辉达的一部分，辉达是台湾的一部分。他把台湾跟辉达完全的绑在一起。那当然，除了这个辉达之外 ，AMD 啦、Google、微软什么都要来台湾投资之外，还有一个新趋势，宝姐，什么新趋势呢？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这个新创公司啊，它都把重心放在矽谷，对不对？他现在呢，反而会把重心除了矽谷之外，他会放到台湾来，所以台湾是变成是未来美国的新创公司，他也会来这边投资，而且他把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据点。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个 AI 的标股 Astera， 它现在也要来台湾成立实验室。是的，你说这个是一个天大的转变。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矽谷都在讨论一家公司叫做 Astera。Astera 是什么？它变成是 AI 的这个标股，它今年才3月才正式挂牌。它2017年创业，现在已经来到100亿美金以上，它的市值。那它是做什么呢？它主要是说，我们知道它是做高速的这个所谓传输界面。什么叫高速传输界面？我们知道伺服器跟伺服器现在资料量很大，对不对？那我要让它很快速，总之这个中间的这个高速公路，我要用到最快的高速公路啊，它就设计这个界面。那设计这个界面来说的话，现在它要来到哪个地方设厂？一定要来台湾设厂啊，因为台湾在做资料中心跟伺服器中间的传输界面，就是台湾做了。而且他的营运长居然讲说，
我在台湾有一个大计划。对，没错，它叫做 Big Plan， 也就是说，他决定呢，在这个地方呢，要成立这个台湾的办公室空间，还要成立所谓交互操作的这个实验室。什么叫交互操作？就是美国这边呢，跟这个台湾这边互相的这个连线起来，我们互相资讯共享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现在因为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包括5大组装厂啦，这个广达、英业达、伟创、微影还有鸿海，全部都在这边嘛，所以他为了这个传输界面，他一定就要这边投资，而且他投资之后呢，还有什么？因为台积电也是这个地方，我要发展晶片的话，又可以跟台积电互相合作，所以等于是台湾有非常多的诱因，让这些公司从矽谷把它的这个重要的办公室也搬到台湾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以前只会在美国加州，只有在美国矽谷才会成立的公司，是现在一个一个的进来了，而且刚刚讲到的，现在包括连甲骨文都讲说，现在全世界最强的晶片也要来台湾驻点了。没错，我们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今天有一个重要消息，就是这个所谓 AMD 啦，还有其他公司的组成一个叫做反 NVIDIA 联盟。为什么？他们说，NVIDIA 那么贵，我们要这个另创一个这个跟你不一样的这个界面。但是宝杰不只是这样，事实上最早的时候，甲骨文的这个创办人艾利森他就说，他有投资一家叫安培尔的公司。那安培尔公司呢，他也就是做伺服器的。那做伺服器的晶片，他也很想矽谷现在很多公司都想要摆脱辉达的这个掌握，因为辉达赚太多钱。宝杰，那今年第一季啊，全世界晶片公司赚的钱，辉达一个人赚了40%，所以就是说他赚了太多钱，其他人都晶片的钱里面，辉达一家赚了40%，那大家想也想赚啊，大家都以辉达为敌人，假想敌，抛掉这个辉达。所以为什么黄仁勋这一次来，他是来打仗的？他也知道你们都想干掉我，他也就不会让你超前的一个状况。好，那么讲，他事实上曾经说，他认为这个 X86 架构在这个运行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他就投资了这个安培尔。那这安培尔公司呢，它这个晶片呢，抱歉，有没有人在用？有，是让你打开我们国内，我们国内有家微影公司，它是做这个伺服器，它有一台叫做玉山的这个伺服器。打开来说，它的这个 CPU 里面就是用安培尔公司，它不是用 NVIDIA 咯，它就用安培尔。也就是说，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人在慢慢的采用。那这家公司呢，它准备来什么地方？你看，它现在开了一个叫做安培尔运算，在这个开曼群岛，它要够做什么？台湾分公司，它准备要来台湾了，台湾分公司。对，而且它你看员工人数有1300人啊，就是它在台湾呢会有一个非常大量的这个投资计划。因为为什么？因为台湾有技术、有人才，还有晶圆代工的产能都在这个地方嘛。所以不是 AMD 的军火库，不是 NVIDIA 的军火库，对，现在是这些公司的军火库，对，都要来台湾，直接来台湾投资啊！就是我要干掉辉达的时候，我也要借助台湾的力量才能够干掉辉达。所以呢，事实上他们就讲嘛，这过去一段时间，这2个非常重要的创办人啊，还有他们的目前为止的这个资深副总，他们都是从 Intel 出来的。就从 Intel 出来之后，他们就说我们准备，你看用玉山，它是自己他的 CPU 用玉山命名哦，除了代表高效能，还有台湾供应链对我们意义很重大，我绝对不夸张。它的产品命名叫做玉山 Mount J， 你就知道说这家公司到底它是多看重台湾的。所以我就跟你讲，台湾的重要性来说，不是我们讲的，这是真的，他们是砸真金白银来这个地方投资的，就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台湾真的是全世界的这个重要公司都会来到台湾的一个情况。而且他可怕的是刚刚讲的，这2个人都从 Intel 出来的，对，他们是 Intel 的叛将。他这个晶片，不是说 NVIDIA 已经把这个所谓的这个 Intel 打败了，对。现在连这家公司的这个产品也打败了 Intel 了。所以来讲嘛，这些所谓的奔放的这些新创公司为什么来台湾？你看他们创办人讲得非常清楚，台积电制造出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电晶体，让我们这样的新创公司可以打败世界最好的公司。所以 Thank you very much。所以呢，他就这样讲嘛。所以他手上这个东西也是台积电做的，对，没错，不跟当年 NVIDIA 一模一样吗？是的 ，NVIDIA 也是我只会设计，我不会制造，所以今天接到张忠谋的电话了以后，欣喜若狂，创造了一个 NVIDIA 的世代。他们一样，他们也是没有工厂，他们也只会设计。但如果今天台积电可以帮我们代工，他们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辉达了。这个整个 AI 在爆发的时间里面，有非常多新创公司出现，它都会来台湾投资，因为为什么台积电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台湾的供应链在这边。它这个 Mount J 为什么是给谁采用？现在全世界就是只有我们微影帮它做，所以也就是说，我在台积电做出晶片之后，我要给台湾的供应链做，这都在台湾嘛。所以来跟你讲，实际上你从这些所谓新创公司都会来台湾投资，就告诉你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讯息是美国的
而且这些都是美国的最新的技术哦，它就会来到台湾了。来到台湾之后，它还会培养出台湾非常多不一样的人才，会完全出现的一个状况。而且我后来看到他的资料才知道，这个詹妮非常厉害。对，我从 Intel 出来的，我从 Intel 出来以后，我弄这个晶片，我把 Intel 打败。是，更可怕的是，当时高通觉得，我有一个部门不太合理，我就把这个部门近百人，我把你裁掉。对，他一口气，高通这些人，对你全部进来。对，所以我就讲嘛，事实上现在美国的这些公司来说话，他们都不断的在茁壮之中。我们就讲，这有可能是台湾投资的下一个辉达。所以你知道台湾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个经济部长说我们可以好50年？因为这些刚在萌芽的公司呢，它都跟台湾连接上关系。所以未来不管是假设黄仁勋的 NVIDIA 有一天不行的时候，很多新创公司它会跟台湾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台湾有个台积电。对，所以我才说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好的程度会好的非常久的一个状况。而且你说。昨天黄仁勋这个照片非常有意思，是这个就是未来最重要的 AI 军火库，这个是美国处心积虑要把你们牢牢抓住，而且不但是要牢牢抓住，这些人都要跟中国楚河汉界分清楚的。而且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呢，对黄仁勋这么样的这个算是这么样尊称他为大哥？宝姐，你知道吗？因为黄仁勋的关系，他们这些人的财富也都完全暴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黄仁勋他现在已经是1000亿美金嘛，他已经是全世界第16大富豪，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台湾第1大首富是谁？就林百里也是在参加，这几天都黏着黄仁勋。你跟台积电，他做东照这个周记师傅请客，他去逛夜市他也去，昨天他也去。他为什么一直去？他现在身价是120亿，变成是台湾首富啊！为什么变台湾首富？就是因为我去年抱了这个 NVIDIA 大腿之后，股价从80块一路涨到300块，就是这样嘛。那这样有很多落寞者，像这个人保的这个副董事长陈瑞聪就说啊，自己这个看新闻了，发现昨天黄仁勋邀约4哥都到，唯独人保没有在里面，心里有些感触啊。所以说，因为人保没有被邀约，那他股价也是电子5哥只有他没有，他股价也是相对比较没有动，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黄仁勋邀请来是点石成金啊，让你的股价都会完全出现不一样的这个局面的这个情形啊。不是，现在黄仁勋讲我会永远投资台湾，这是一个客套话，还是他玩真的？而且刚刚讲，你不是只有 AMD 要来 ，NVIDIA 要来，包括高通要来，美光要来。你说现在有很多非常在矽谷非常看好的公司，也要一个一个来台湾了吗？对，因为世界的半导体中心在台湾，如果再加上超算中心的话，台湾可能要好50年。那为了这个台湾的优势跟台湾软硬体制造优势，所以这些科技大公司其实在这一波全部都要来台湾。所以昨天很高兴啊，因为 NVIDIA 可能会有台北 1、台北2、台北3。一路盖下去，还要一直盖下去。所以 AMD 现在到底是高雄跟台南，现在赶快要说，现在还没有。可是其实很明显嘛，就是不能提早跟人家说要留到苏之峰来到台湾演讲的时候，对，我也要投资台湾，让大家一起拍拍手，那么开心嘛。所以，而且你的关键就是你的家乡在高雄，怎么现在大家都要去高雄了嘞？对，因为高雄超级电脑跟我们的网络中心未来是从高雄登陆的话，很明显未来运算的话，高雄的速度会比较快，因为电脑连接的话，电脑快，而且未来电力中心也可能会在那里，所以高雄变成是一个很好投资的地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张图，这个是世界上我们要讲的，这个是海底电缆的这个所谓的连接图。连接图你就懂了，为什么鸿海当时选在高雄，原来它的连接点上岸点是在高雄。那当时鸿海就直接把这些数据直接拿来，我就可以做一个云端的这个所谓的计算。那当然除了鸿海是这样吗？没有啊。大家都要这个东西，所以台北1也可能落在高雄软体园区，就是鸿海那个园区。当然，现在黄仁勋还没有确定中口是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是最有优势的地方，所以它不止可能是 AI 伺服器中心，也是超算中心，也在那个地方。优势是因为那里有最快的网路在那边。好的，另外就是刚刚盛总讲说，现在台湾这样讲的哦，现在香港当然已经没落了，现在的上海大概已经成就过去式了。现在的台湾，我们要成为整个亚洲，我们讲到我不是半导体中心，我现在要变成了一个算力中心，而这个台湾要成为算力中心，我唯一的对手只有新加坡，因为本来最可能的对手就是香港，但是香港自从反送中之后，海缆不往那边登陆，资料中心也不往那边登陆，所以香港就这样失去地位了。所以它金融中心其实是最有机会成为运算大量资料的地方，可是因为没了，资料中心都没有，可是有一个国家悄悄的崛起，而且买 NVIDIA 晶片的速度非常的快，现在已经排到了第3名。
你说新加坡，对新加坡买很多的这个 NVIDIA 的晶片，所以它有可能变成世界的算力中心、世界的超算中心，而且它现在非常的低调，大大变小小。曾经是台积电最大5奈米的客户，一口气包下台积电爆满的5奈米厂的比特大陆，现在跑去新加坡变成比特小陆，大陆变小鹿乱撞的小鹿，非常低调，就是怕人家知道它是中国公司，去那边大量的扫 NVIDIA 啦晶片。我躲在新加坡来买晶片，所以大陆叫小陆，所以现在西方的媒体都很担心，这个叫中国杜鹃到新加坡洗白，因为跑到那边偷偷的下蛋，而且它是要提供，因为中国的NVIDIA 晶片不可以卖中国，但是我可以将算力服务提供到中国企业或中国有需要的人，所以比特大陆变小陆之后，它推出算力云的服务，就是可以卖中国大陆的企业。所以原来新加坡买了 NVIDIA 15%的，刚刚讲 H100、A100 的服务，虽然现在明定说你这些我已经买了这个 H100、A100，你不可以卖给中国。可是虽然你不可以卖给中国，可是刚刚讲的这些比特大陆，你到比特小陆，好，比特大陆跑到了新加坡之后，你是可以利用新加坡的算力服务的。所以大大变小小之后，把这张图揭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哇，中国大陆的云端公司成长非常快，而且买了非常多的 NVIDIA 晶片，准备要发展算力中心。你可以看到腾讯排在这里，百度排在这里，还有中国大陆的抖音。其实中国大陆一大堆的业者，所以新加坡现在把它算起来非常可怕，土地面积就有台湾的1/50，可是它人口就500多万。他人均买 GPU 的速度是一个人均买$600，美国才$60，中国才$3，是中国的200倍。所以新加坡是要利用，但这美国怎么会允许呢？所以他现在很少世界 NVIDIA 晶片都是这些中国企业买走的，很明显，中国在利用新加坡变成是一个杜鹃鸟下蛋的地方。玉凤，大家都觉得，黄仁勋是台湾音浪，他还会讲台语嘛？然后呢，见到台湾以后，他非常的和谐，大家要拍照，他来者不拒，想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吧？不，他今天能够创造这样的世界第一的这个产业。今天他的员工讲，他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他每天6点就起床，6点起床不眠不休的工作，不眠不休的工作，还有他对他的员工是非常严厉的。他在事情的坚持上面是追求完美，近乎苛求，而且跟他讲话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啊。他就说呢，员工表达说，对他的这个形容是要求严格、完美主义。不易共事，他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啊，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团队，所以呢，他每个研究团队都是一个 partition， 他会走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就问你说你现在的工作进度到哪里？他说你不能跟他糊弄的，因为他太懂这些东西了，所以呢，只要看到 Jason 跑过来的时候，他就说感觉上你就是被插在插座里面，你会整个就定住了，而且他会对你非常严格。拷问你的进度，然后呢？你现在到哪里？你根本完全就是闪不开的。而且我看到他有个数字让我吓一跳，是他会嘛每天一直发 email， 一直发 email。这样这么忙的人，他一天要发数百个 email， 然后只要发数百个 email 以后，他就跟他员工的聊天，跟他员工聊，他说随时他跟你聊天的那个场合就变成他的拷问室了。对，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会专注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有员工就说啊，他看起来非常的 angry， 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件事情 ，Jason 他自己也有说啊，其实我脑袋想的跟我的表情非常的有错位，所以呢，我并不是要去拷问他，但是呢，感觉上你的问题一直砰喷出来之后呢，员工就会招架不住，这是他的一个创业家的一个个性。然后这些，他讲我6点起床，我深夜还要看信，然后我每天要回数百封信给我的员工，然后这样交流。而且你要回他个信，因为我每天要写这么多东西，你不可以太长，你最多只能6行，你只要多了。他就翻脸了。对，他就说啊，其实为什么有那么多封的这个 email？ 因为你要非常非常的精准。他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 TL 是什么 ？Too long， 你不要跟我在那边娓娓道来，你要很严格。对，你要告诉我的事情就是我要你回答的事情，你不要告诉我说为什么那些东西我都不要听。你可不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你的进度到哪里，你就告诉我这个东西。而且黄仁勋是要求他的员工是用光速来工作，不但是光速来工作，他会爬照，他会在基层员
工的办公室，你的办公室，我就坐在你的前面，站在前面我就开始问你现在工作状况。问你工作状况的时候，他现在就把这个小隔间当成侦讯室了。其实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小隔间当成侦讯室？这是跟他的创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他那个时候的现金快用完了，现金快用完的情况之下呢，他所有的钱，他不能让大家知道说我没有钱了，没有钱谁想跟你下订单买你的产品？所以呢，他要把3个月的时间当成是6个月的时间，快速的压缩。所以呢，他这样子左动式的管理，他要确保每个员工他的工作量都是加倍的，让公司可以用光速的速度来成长。好，之后是黄仁勋到了台湾，非常的亲切，连姚慧珍都可以跟他拍照。是讲说，这么亲切的人，你说他在工作的时候非常的凶悍。而且我们看荧幕上看到的黄仁勋是非常亲切。他昨天在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他说：“外面的人很多，林克林伯米给他拎哦。”他还出去，他还拿了一大堆饮料出去，苹果、西达丢给大家喝啊。那很体贴呀。对啊，很体贴。那是对外面是这样子，但是他对于他的员工是真的是要求的非常非常的严格。那这个其实跟他的个性也有关系啦。他从小的时候都当小留学生，你知道他当小留学生去什么？他说住在寄宿家庭的时候，有人住在这个宿舍，他年纪最小。他说常常的那些年纪大了都会对他霸凌啊，你知道？而且还有人揍他，对，会揍他。然后还有人说，他就遇到了墨西哥的，他们身上都有刺青啊，他看得很害怕。就这个墨西哥的哥哥跟他说：“黄仁勋啊，你要好好练你的身体啊。”所以为什么后来开始在练他身体，其实跟这有非常大的关系啊。他现在身体这么壮，是练出来的。对，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其实他也蛮懂得忍辱负重的。你知道这个所谓 NVIDIA 刚创立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他一开始第一个产品是跟这个 Sega 互相合作 ，Sega 就说：“你帮我开发一个产品啊，我就给你钱，你帮我开发。”就他开发不出来。开不出来要倒了，就他还去求那个人家老板说：“我开发不下去了，那你能不能给我500万美金，我呢就把你开发下去？”不但开发不成功，他还去跟他要钱啊，要了500万美金。后来这个 Sega 老板就说：“好啦，那我就帮你一忙好了。”就因为黄仁勋一直来缠他，死缠烂打，他说：“好 ，OK， 我就让你过。”就支出了这500万美金给他之后，就后来黄仁勋就研发成功，从此就往上一飞冲天。所以你知道，事实上黄仁勋也很感念这个，所以黄仁勋一直对这个 Sega 公司，凡是有恩于他的，他都是非常的这个完全跟他们完全结盟在一起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就是现在的核心全部都在 NVIDIA， 现在的核心都在 AI， 所以刚刚讲今天也排出来了台湾50大首富的排行榜。广达林百里，他已经多久没有在排行榜里面了？对，而且事实上昨天我在看那个参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幕，我觉得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大家都坐在这个下面的时候，黄仁勋站在椅子上面演讲。那个场合有点像什么？如果我们过去在看这个金庸小说，就是武林盟主号召天下，你那个各大各派这个听我一个人讲，他就有点像以前从张无忌一路排到这个变成武功最强的男人这样一个状况。那为什么大家会愿意跟着他？宝杰，那事实上这个黄仁勋自己这个身价当然非常高嘛。林百里董事长，你看他昨天也笑得非常开心。说真的，其实林百里董事长这几年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呢，黄仁勋这次来的时候，他都完全跟在他身边。而且黄仁勋昨天的主桌里面来说话，他才不管说你们过去有什么嫌隙，反正呢大家都坐在一起吧。主桌里面有这个林百里，还有刘扬伟，他们就在主桌。广达跟鸿海过去是死对头死对头。微信呢跟这个华硕他们都坐在一起，还有跟技嘉坐在一起。他们过去都是主机板的对头。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童子贤跟这个所谓的施崇棠也坐在一起。之前因为华硕分家，师徒其实有点关系不好，撕破脸了，就大家都完全坐在一起啊。那人家就说，真的，这个王不见王能够一起同桌，还有开心合照，大概只有黄仁勋能够办得到。而且那事实上，你说这些人平常王不见王的，王不见王，大家都是一方之霸，怎么有可能？你说这个林百里董事长怎么有可能跟这个刘扬伟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几乎是不可能的。好，而且你知道。事实上，你知道昨天这个场合里面来说，宝杰知道他们吃这一餐一桌多少钱吗？4000，但是而且他们喝的是什么？他们不是喝什么拉菲红酒，不是，他们喝的是台湾绍兴酒。所以让这些老板他们愿意去跟他陪这个黄仁勋吃这样一顿饭，吃几等4000，而且这样子他们混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只有黄仁勋能够带着他们财富往上飞，那这个尤其是他们是真的非常铁的这个血盟关系，这个是黄仁勋为什么他这一次故意要来这个地方？因为紧接下来我就讲 AMD 苏姿丰也要来，Intel 也有办这个场合，他也是请这么多老板去啊，苏姿丰也是去啊，这就是一个一个在拔庄，但是你们要拔庄之前，我先来固庄，这个其实这种商战的意味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好，我跟他讲，台积电之前的这个 CEO 刘德英在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的秘辛，
当时美国为什么是那个台积电会去美国投资？他说是美国的高层直接跑到他的办公室，直接跟他谈这件事的。宝杰哥，刘德英董事长不讲还真不知道哈，因为你知道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去美国设厂，我先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因为最近黄仁勋很红嘛，对不对？你知道吗？当时黄仁勋在台湾还没那么红，他就坐在这里，有没有？这个黄仁勋啊，然后这个是这个库克对库克，然后这个是刘德英，这是拜登给他一个有没有？就是台积电去美国设厂，2020年，可是这个事情早就先行了，因为2018年的时候就有关键的人士。是前 AIT 的普瑞哲介绍，他说要来跟黄仁勋见面，是谁呢？这个人跟刘德英见面，他跟刘德英见面，他叫 Thomas， 他是美国布鲁金斯研究员，他里面写了一本书，就是在讲这个就是整个地缘政治所受到的影响。他到了台北来，他跟刘德英见面，他告诉刘德英就是你要不要到美国去设厂？他说为什么要去美国设？当时还没有嘛，他写的这本书，对，所有战争手段、战争以外的所有手段、战争以外所有的手段，代表美国跟中国其实已经大打出手，只是最后没有兵戎相见而已。所以呢，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有很多，包含了当美国的这种高端的晶片都是台积电制造，都在台湾制造，那我就问宝杰哥，所谓地缘政治。台湾跟中国大陆这么近，对不对？所以如果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美国的晶片的命脉在台湾，他会不会担心？所以这2年你看，美国的商务部长不是有晶片法案吗？对，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嘛。所以他早就提前2年，有没有？2018就来了，来到台湾，告诉刘德英，你应该到美国去设厂，因为我们才会放心，有没有？他就说你最好是应该到美国来设厂。不是，而且刚才讲，他当时是一个学者，布鲁金斯学者，后来他真的到了那个拜登的团队，他后来是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团队的一员，所以他就已经告诉你了，因为台积电的晶片这么重要，然后呢，台积电又对美国这么重要，所以他开门见山，在2018年的会面当中，因为这个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宝杰哥，他说你们最好还是能来美国，让台积电在美国会有存在感。而这2018的这句话其实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宝杰哥从整个账面上来看，台积电从2018年当时世界的3个，一个是三星，一个是这个Intel， 当时台积电的获利是低于这2家的，可是6年过后，现在2024年的时候，它已经超越了，所以后来他决定要去美国设厂。他在整个的营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地缘政治，他选择了我们必须要去日本熊本也有，所以刘德英如何在过去6年当中，让台积电现在目前它的市值从原本的5兆多变22兆。从每一年台积电它的营业额是2兆的台币，这就是这几年当中全世界都依赖台积电。那当然，刘德英他在跟大家讲啊，在这次的专访当中他跟大家谈到很多台积电这段期间他所做的选择。好，那当然记者会问啊，所以在美跟中之间是不是选择就站在美国那一边选边站？他说其实不是的，他说台积电最重要的就是站在技术本位的那一边，只要台积电的晶片做得够好，他在全世界都有地位。不是，你知道他是台积电，他是老板，他居然怎么讲？台积电不是选边站。台积电只要能够站起来就好。对，那台积电怎么站起来？原来在当时那个地缘战争的状况下，他们是过得是非常压力非常大的。对啊，所以你就知道2018年美国居然派人来劝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后来当然也去了。刚黄仁勋讲的那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当然是 AI 的时代。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有一个我没有想到是，现在连特斯拉都要跟黄仁勋，也要就是跟 NVIDIA 的一个合作，而且这个合作刚刚讲。他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蓝海了。对，宝杰哥，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 NVIDIA 如何可以点石成金，制造大家的财富，但别忘了，制造财富的背后，它必须要有魔法。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 Tesla 绝对最有感觉，因为 Tesla 呢现在很致力于发展所谓的自动驾驶系统，希望呢能够替自己的车辆带来增值，杀破这个电动车市场的血海。但是以前发生一个状况，来各位，这是 Tesla 以前的自驾，有没有看到？前面明明就有火车，有铁轨，结果他就直接给你撞下去了，宝杰哥完全没有办法辨识，甚至是呢，最后这台车迷迷冒冒，而且还说什么，他还是因为手动的关系来哦，最后面他是没有任何反应，这个驾驶紧急赶快把这个方向盘往右一甩，才免于这个我们讲的大难临头。他如果是真的完全靠自动驾驶，他就撞上去了。对，因为 Tesla 原本标榜应该是什么？它可以以辨识障碍物，它可以辨识信号灯，但在这个影片里看到，它传统的自动驾驶系统。非但障碍物没有辨识到，而且连讯号也没有辨识到。这是刚那台车，对，它这就算很好了，因为它最后已经切换手动了，宝杰哥，它不是自驾很聪明往右边闪，它是切换手动。他说哇，掐那动没起来，你就知道过去的整个 Tesla 它的自驾系统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而且不只是这样子，为什么？它的意外频传不止这一桩，除此之外，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各位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为什么？
这个是原本是警车哦，就 Tesla 你看哦，开着，驾驶本来很安心，就开自动导航、自动驾驶，对不对？嘣一声。直接冲撞警察，就是还好，后来下来有解释一番，不然这在怎么美国是什么袭警呢？你这怎么可以直接这样去冲撞警察？撞上去啊！对，你看，然后包括这个也是一样，整个莫名其妙，整个警车就这样被他往前撞，然后往前倒，所以呢，你看整个警车是被他撞到那个力道之大，往边坡下面就往里面去滑，甚至是有中国的这种 Tesla 车主哦，就这个非常有自信，想说，哎 ，Tesla 自驾没问题，大丈夫来，你看开着。就了，下一刻冲姐鬼弄雷车，整台车，他是整台车翻倒了。他说不对啊，这个道路明明标线好好的，因为其实它这种自动驾驶系统，它会对标线的保留，就是说它用它的视觉辨识来看到说旁边有那种白线，结果没有想到竟然一样突贼，然后出大包。但各位讲，这是以前的 Tesla， 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现在 Tesla 找到了一个好伙伴，现在 Tesla 换了一个新的晶片，它刚好是换的是什么 ？FSD 使用谁？又是 NVIDIA 哦，所以他用了 NVIDIA 之后呢，他们开始发现不同了。为什么？因为开在路上，喂，还可以自动闪车子。你看这个支架多厉害！哎，它你看哦，有一台车失控之后，你看它是自动变换车道，还知道我要闪哦，不是只会傻傻的开而已哦。有没有？这台车横空出世，从旁边鬼切进来之后，有没有看到？这是自动驾驶，往右边闪开了，危险。而且不只是这样，他们讲，就连那种在马路上，对不对？我就闪到右边的车道了。对，而且甚至是更厉害的是什么？更厉害的是有些那种道路上开着，对不对？就前方有一台这种脚踏车经过，理论上来讲，因为脚踏车它属于什么？非常的轻，那你也很难去辨识它的这种金属的成分也很少。就你看哦，它慢慢的突然停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有脚踏车要过去，而且你看那个距离至少还有30-40公尺哦，所以代表它的整个计算的方式跟它辨识的方式已经大幅度提升。这是用 NVIDIA 的系统，对，多亏 NVIDIA、Tesla 才终于敢在做一件事情，什么？官方网站上公布自己的车辆安全报告。这个好笑在哪里？好笑在于说，其实 Tesla 已经很久没有公布这个所谓的安全驾驶报告，也就是说，我的出事率啊，我自驾的这种安全率啊，我的闪避率啊，它是在2024年 Q1 的时候才把这个东西给公布。但为什么他敢公布？因为大幅度降低了，整个数字变好看了。那为什么他敢公布？因为好不容易换了 NVIDIA 的这个晶片，所以他才敢把这个数字、这个报告再重新时隔好几年之后再公布上网嘛。但其实你以为说，哎呀 ，Tesla 这么多车辆，应该占黄仁勋比重不错吧？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黄仁勋呢，他都以伺服器作为一个大宗，所以对他来讲，做这种我们讲车用的哦，不到他资料中心的业务哦，一年不到1%。但呢，他们现在还是很尽力的把这种大量的晶片提供给这种车用市场来做这种 AI 运算模拟。因为各位，你不要以为说只是装上晶片它就变聪明，不是，它是等于是说大量采购，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H100，对不对？或者说相关的车用晶片，对不对？它把它合作之后，它还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学习、模拟、运算之后，它才可以派上用场嘛。所以今年呢，包括 NVIDIA 就推用什么，它也没有放弃这个车用市场，甚至还要再扩大，一次就推出4款的晶片，它就宣示说，我们未来就是 for AI 来使用。而在当中，其实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 Tesla， 包括我们讲的跨界休旅的这种 Model B， 刘扬伟说，我们这边也会大幅度采用 NVIDIA 哦，甚至是呢许多的这种公司啊、车子都说未来会考虑把这个所有 NVIDIA 自动驾驶化列为是第一的考量。他们现在考量到什么地步？不只是要给你辨别这个我们讲的道路障碍讯号，未来连白天、连黑夜、连气候、连所有周遭环境所发生的状况，它都会一并纳入计算。好，水董，你以前曾经讲过说，现在中美的对抗里面最核心的就是 AI， 现在最核心的是 AI。那等于说，今天美国把这个所有的军火库都在台湾，而这个军火库都在台湾，难怪他现在对台湾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这不是美国要把军火库放台湾，而是这个世界的科技的潮流风起来了，风来了，风吹到台湾来了。而不是我们政府或任何人做的事情，就是风突然间来了，对，时代来临了。好，时代来临的时候，我就谈了第二个，就是你现在关心这个问题，这不是美国人或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政府，是谁？是科技的潮流来临。好，我们台湾说，那我们就现在问这个潮流刚好涌到台湾来了。刚好在台湾就扮演的是由黄仁勋嘴巴讲出来，我们是 AI 科技的中心呐、所以他要永远投资台湾，这是多么豪壮的一个这种大气魄的宣誓。对，专业的，我们在这边讲一句话，我们台湾要取代香港，然后台湾要 versus 新加坡争夺全球算力中心呐、这句话对不对？
这句话不对。为什么？因为我讲很简单，因为新加坡为什么会成为算力的中心？为什么？你要知道 AI 有3个要件嘛，一个是算法嘛，一个是算力嘛，一个是数据嘛。那新加坡有什么？新加坡有数据，因为它有 domain know-how， 它有专业。什么专业？它是世界金融中心，它才有这个需求。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世界工厂生产中心，我是制造中心。我们制造中心，我们做了我们的大概未来了，光是我听说鸿海一家公司做的 AI 伺服器会占全世界40%的市场占有率。一家鸿海还有0.0里的公司，还有各家公司，所以我们会非常大量的生产制造，全部在台湾。理论上，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应该利用我们的生产优势？我们是我们的 AI 设备科技的生产优势，把它发展成其他的扩张，说其他的这个产业的领导者，对不对？对。我要讲一个重要的事情，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个新闻，它公布出来，它的会计的资产负债表，它增列了有一个资产栏。增列一个项目叫做数据，也就是说数据可以买卖。他把资产负债表把数据变成一个单一项目，数据变成一家公司的资产，你可以互相买卖。所以他已经确定，所以中国大陆是一个集权国家，可它的会计部门、它的税务部门比我们台湾聪明。那我们台湾的最重要的，我们有很多数据，有用的数据，有用数据可以变成什么东西？可以变成 AI 的核心的竞争力嘛？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